Hello，大家好，Big Joe here。那最近呢，有在湾区这样的一个爆炸性的大新闻，也是一个非常悲伤的事情，那就是在 Facebook 有一个华人的同事从公司的这个楼上一跃而下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那这个事情呢，现在众说纷纭，比如说有的人说是因为他的这个绩效考核的原因，有的人说是因为跟他经理的关系的原因。有的人也说呢，是因为怎么样呀，他的身份的原因。那现在呢，因为我不是内部人士，所以我也不是非常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多评价这件事情本身了。不过呢，我可以想象一个人，哎呀，他决定去结束自己的生命，然后从这个公司的楼上跃下，那他心中一定是有非常多的难过，非常多的痛苦，那他一定是一个不得不做出这样的一个让人非常悲伤的选择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话题，就是关于情绪、关于这个心理健康的这样一个管理的这样一个话题。首先呢，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重要，是因为我自己也很有体会。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情绪上的波动，有的人的情绪呢可能会是比较平稳一点，有的人呢可能是忽上忽下。那我的话呢，有的时候我会显得非常亢奋，我有点像一个中二的一个人，但有的时候呢，我的情绪也会非常非常的低落，非常非常的难过。那所以的话呢，在这些事情上呢，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很多的一些体验和大家做这样一个分享。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重视快乐这件事情，我们要让自己的快乐成为我们人生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，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从我自己长大的这样一个经历来说，我觉得从小到大我们比较少接受这样的教育。我们的教育都是说，比如说你的成就，比如说你的工作，比如说你的学业，比如说你的这个赚的钱，或者说是你的社会地位，或者说你的朋友关系，或者说是你的这个情感关系等等之类。但比较少有说，哎，你要做一个快乐的人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现在这个意识就逐渐觉醒了，或者说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，就是快乐这件事情，你要把它和其他的事情等同看待，等同看待。你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情绪，良好的情绪。那就比如说，就像你想要有一个良好的工作、很好的收入、很好的人际关系、很好的这个情感关系一样，你也希望你自己在做很多的决策的时候，要把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快乐作为你一个决策的一个标准之一。那我看到了许多人，他们也有这种其实过得并不快乐，但是呢，他们不选择怎么样改变，不选择改变，因为很多别的原因，很多别的原因，就一个原因，就比如说他现在一份工作上，这份工作让他十分的不开心，但是他觉得这个工作很有前途，或者说是挣钱很多等等之类的，于是他就一直忍着，直到自己怎么样呀，忍不下去了，忍不下去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把快乐这件事情作为我们的一个决定标准的时候，把它作为我们整个的标准之一的时候，那有的时候你会做出这样的决定，比如说也许你从一个工作跳到另外一个工作，你的工资下降了30%，但是你的情绪、你的快乐指数大大的提高，那么我认为呢，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做这样一个决定的。我希望呢，大家在做决定的时候，或者是管理自己的人生的时候，要把快乐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来去考量，至少我是这样做的，是这样做的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如果你的情绪出现了一些痛苦，那么心理健康的问题呢，一定要重视。那在美国的很多的科技公司或者别的公司里面呢，他们都有一些这样的我们叫做 EAP 的项目，就是员工帮助项目 （Employment Assistance Program）。那里面呢就会有很多的这种资源，比如说心理咨询师，你可以去看，那你可以跟他聊天。那在这里呢，在美国这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。那这个没有什么让大家觉得这个很不正常的，很不正常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。那这些人呢都是专业人士，他是不断的能够帮助到你调整你的情绪，并且让你的这个心理能够平衡起来。他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让你心理逐渐平衡。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往往都会去做一个咨询师的这样一个角色。可能很多人跟我聊天，一开始聊的是比如说职业发展，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这个人生的价值观，聊到了这个个人的这个心理等等之类的。然后我也会给他输出一些我这样的一些想法。
那总而言之呢，像这样的心理咨询师、专业人士，如果你心理上有一些难过的地方，你一定要去找这些人帮助你。那么很多公司也提供这样的服务，提供这样的服务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生病的状态，比如说你长期觉得自己情绪是低落的，比如说你长期是觉得自己内心中没有动力，或者说是觉得自己的自信心有很大的下降等等之类的，有这种你觉得这已经是一个生理现象的时候呢，那么说明你可能就已经是生病了。如果你是生病的这个情况，那么你一定要去就医。那在美国来说，这根本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。比如说，你可以先去看你的这个家庭医生，然后呢，让家庭医生帮你去找这样的医生，或者你可以在网上查，比如说查这个叫 psychiatrist，那 psychiatrist 会帮你这个勘察你的这样的一个生理情况，他会给你去开各种各样的药物呢，帮助你恢复健康。那这件事情的话呢，我觉得在以前可能我们都会就是说没有去想象，会觉得哎，这个人不过就是心情不好嘛，这有什么关系？其实，在当代社会，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重视的话题。所以，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这个事情已经达到对你生理产生了影响的程度，一定要去看医生，千万千万记得。那第三点呢，就是良好的一个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。我自己的体验是这样的，就是有的时候呢，你可能会有一些狐朋狗友，如果有些女生呢，可能有自己的闺蜜圈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遇到不开心的事情，如果有人可以吐槽，有人可以去说一说，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，特别特别好的事情。比如说，我就有一些很小很小的朋友圈，那我们有的时候呢会去喝个酒啊，或者去运动一下呀，或者呢就是在微信群里聊一聊。那微信群可能就只有几个人，非常小。那有的时候我情绪不好的时候，我就跑到这个群里去，然后怎么样呀，狂吐槽一番。然后呢，别人就安慰我一下，哎，这个时候你突然就觉得情绪就好了，有一个人或者有一个圈子能够 support 你，那我觉得很能够支持你，那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呀，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，你能够把你的情绪能够表达出去，并且有人能够怎么样，能够接纳它，能够接纳它。另外一个办法呢，就是写作。我觉得写作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办法。就比如说，我有的时候如果说一个事情让我感到很有压力，或者一个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焦虑，那我会把它写下来，我会写下来，然后呢，通过这种与自己对话的方式来化解自己的这样一个压力。再或者呢，我会把我所有的这样让我觉得焦虑、难过，或者是这种对未来有这种不确定性的事情，我会把它写在一个大的文档里面，大的文档里面。然后呢，我过段时间会回来看这个文档，会回来看这个文档，然后再看我当时觉得让自己非常难过的事情，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？哎，我会发现哦，当时是想的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心情非常难过，但其实呢，这个事情的结果并没有很糟，并没有很糟，结果其实挺好的。哎，下一件事情也是这样。其实很多让我们觉得可能很难过的事情95%都不会去发生，都不会真的去发生。所以说呢，你有的时候有这种自我的这样的一个写作的习惯，甚至把一些让你难过的事情写下来，让你觉得焦虑的事情写下来，怎么样呀？你回头再往去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其实呢也没有那么的糟糕，那么糟糕。就算是那5%的可能不是很好的事情发生了，哎，你仔细想想看，你再去把自己放到那样的一个环境里去思考的时候，你说，哎，那最坏的事情会发生，对我到底有什么影响？以及这个最坏事情发生之后，我还有没有解决的办法？还有没有解决的办法？事实上呢，很多时候把一个事情往最坏的情况去想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发现，最坏的情况当然虽然很坏，但不是世界末日，不是世界末日，事情呢还是可以解决的，还是可以解决的。所以你有时候这样想想的话呢，你自己的精神的精力状态呢，就也会怎么样呀？受到一些鼓舞，受到一些鼓舞。所以呢，我简单的重复一下我今天讲的3点。第一点就是呢，要把快乐作为我们人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，要尽量去做让自己快乐的决定，要去做让自己觉得快乐的事情，而不是怎么样呀，为了一些别的，比如说工作，比如说生活上其他的东西而压抑自己的快乐，牺牲自己的快乐，这是不可取的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如果说真的有不舒服的情况，第一个要去看咨询师，第二个呢，如果身体有生病的情况，要去看医生。那这个呢是在美国非常非常常见、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，不要觉得有什么不好，没有觉得不好。
第三个呢，就是良好的人际关系十分重要。你可以有一些狐朋狗友，有什么不开心的可以怎么样呀？可以去吐槽一下，甚至呢，你可以跟你自己对话，把它写下来。这样的这种方式呢，可以怎么样呀？让自己逐渐的能够有个很好的一个恢复。最后呢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良好的一个情绪，都希望我们能够非常的快乐。当然，我们人生总有怎么样呀？高峰怎么样呀？总有低谷。那我们希望呢，我们能从低谷里面怎么样能够走出来？只有我们自己能够快乐，我们才可以让我们周围的人快乐。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，我是快乐的，你也是快乐的。然后你呢，通过你的快乐，你可以去怎么样激励你周围的人，让大家都能成为一个快乐的人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